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从岩浆世界出来后，萧丽告诉他，韩风暗中掌控了魔岩谷，并且联络了不少当年和他交好的黑角域势力，准备再度组建联盟。其中，黑皇宗和阴山老人都在他的邀请中。得知韩风邀请强者的时间就在明日，萧炎让萧丽调动所有强者，并联系和萧门关系不错的黑角域势力，明日尽数前往魔岩谷。这一次，萧炎要韩风永不翻身。苏千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魔岩谷和迦南学院也算是不共戴天。这次学院除了千百二老以外，所有强者都会出动，务必要彻底斩草除根。魔岩谷坐落在黑角域偏北的一处山脉巨谷中，韩风曾经毕竟是黑角域的丹皇，今日卖他面子前来的强者不少。他坐在首位，看着下方座无虚席的场地，笑得春风得意。韩风身旁坐着同为斗宗的莫天行和阴山老人，下方则是和迦南学院有过过节的老熟人金银二老。韩风站起身，发动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近乎危言耸听地告诉他们，日后要是不想归顺萧门或被灭门，就一起抱团组建联盟，对抗迦南学院和萧门。萧门的发展越来越猛，的确是黑角域很多人心中的刺。就在他们权衡之间，一道清脆的掌声突兀地响起。韩盟主可真是识时务，照你这么说，现在你是否该领着人跪地投降了？萧炎带着一大群弥漫着凶煞之气的人走近，韩风发现其中并没有千百二老后，一脸冷笑，一边说着萧炎将在座的诸位当作草芥，一边暗中朝魔岩谷的强者使眼色。萧炎针对的只是韩风和魔岩谷而已，但其他人真要插手的话，他也不会手下留情。至于魔岩谷外的护卫，萧炎让韩风也不用通知了，早在进来时他们就已经顺手清理了。韩风双眼微眯，有莫宗主和阴山老人在此，今日可容不得萧炎这个小辈放肆。识相的话，便将菩提化体弦乖乖交出来。莫天行和阴山老人并不想和萧炎为敌，只要萧炎交出菩提化体弦，他们两人当场离开，绝不插手他和韩风之间的事。菩提化体弦，萧炎是不可能交出去的。他踏上广场，气势猛然暴涨，让闲杂人等不要参与萧门和魔岩谷的恩怨，只要不站在魔岩谷一方，便都是萧炎和萧门的朋友。韩风看在场不少人心生退意，连忙朝金银二老使眼色。金银二老迟疑了一下，便冲出去让萧炎这个不请自来者离开。他们的话音刚落，一道细微的雷鸣声响起，萧炎修长的手掌瞬间搭在他们两人脖子上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金银二老已经没有资格和他这般说话。在古意的加持下，萧炎的速度即便是寻常的斗尊强者都难以匹敌。感受到身后的杀意，金银二老连忙颤颤巍巍地求萧炎手下留情。席位上的莫天行认出了萧炎背后的古意，他有些眼热，觉得自己被萧炎给坑了。萧炎瞥了一眼浑身僵硬的金银二老，指尖猛地一弹，尖锐的劲力穿进两人脑袋中，将他们直接震晕。萧炎一手拎着一个，犹如甩垃圾一般将他们两人丢出广场。之后他拍拍手，问莫天行最近莫牙是否一直处于昏迷中。莫天行脸色巨变，没想到他儿子中毒之事竟然是萧炎搞的鬼。他让萧炎交出解药，自己便当此事未曾发生过。萧炎说自己可以交出解药，但莫天行也不能再插手萧门和魔岩谷的事。一旁的韩风连忙说解毒的事他也略懂一二，但莫天行在莫牙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，他不想拿自己的儿子当赌注，更何况现在的形势不对，他正好趁这个机会退出，来个坐山观虎斗。莫天行退出后，阴山老人和在场的强者都有些不太自然，感受到场中的细微变化，萧炎隐晦地朝小医仙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，随后他的手掌轻轻一挥，他身后的强者将广场围住。韩风看着自己请来的强者越走越多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半晌后，他缓缓地说，既然萧炎执意找死，就别怪他不念那一丝同门之情。韩风一阵怪笑，请宣护法动手。广场周围的山壁上突然爆发阵阵黑雾，魂殿的宣护法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这次所谓的联盟，这是韩风故意放出去的风声。他抬起头，大声对宣护法说着萧炎的身份。
宣护法听雾护法说过萧炎有点棘手，所以这次是做了不少准备才前来的。一听到雾护法的名字，萧炎眼中涌上一抹血红。宣护法一边说萧炎不久后终能见到他的老师，一边下令让众魂使结万魂噬灵阵。铺天盖地的黑雾将山谷笼罩，一道道双眼赤红的灵魂体冲向山谷中的人。萧厉挥动手中的银枪，但斗气对这些灵魂体的伤害并不强，而且他们无穷无尽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耗死。萧炎和小医仙他们很快就看出这个阵法有古怪，每道攻击他们的灵魂被斩杀后，就会被黑云吸纳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灵魂之力汇聚，云层中将会出现一道凝聚了数万灵魂而生的凶魂。那道凶魂和宣护法灵魂相接，实力也不比他弱多少。凶魂若是被毁，宣护法也会遭受极重的反噬。而据苏谦所知，想要破解此阵，只能将作为阵眼的宣护法击杀，但他早已经躲在了被无数灵魂遮掩的黑云之中，非常难找。就在萧炎几人眉头紧皱时，天火尊者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。陨落心炎可是灵魂的克星，寻常灵魂遇见他躲都来不及。虽说萧炎融合后的异火威力更强，但却减弱了陨落心炎独有的灭魂之效。如果萧炎单纯使用陨落心炎的话，这些灵魂将会直接化为虚无。天火尊者提醒萧炎要用五轮离火法的控火法诀，不然以他粗糙的控火手法无法抵抗这么多的灵魂。萧炎谢过天火尊者后，连忙用陨落心炎凝聚出一头狼形火灵。火灵仰天长啸，被波及的灵魂瞬间化为虚无。火灵出现后，下方陷入苦战的众人压力大减。突然间，一边倒的局面让寒风和宣护法十分震惊。震惊过后，宣护法一阵冷笑，施展出血魂蛊，让所有的灵魂互相吞噬，这样同样可以出现凶魂。萧炎察觉到他的意图，让火灵直接撞向黑云。感受到陨落心炎的威胁，宣护法心头一紧，急忙躲进黑云中。火云硬生生地将漆黑的云层撕裂出一个7、8丈庞大的空洞。萧炎等人透过那个黑洞，看到密密麻麻的灵魂正在彼此吞噬。他们能隐隐察觉到一个凶魂正在迅速成型。在萧炎的操控下，火灵轰的一声炸开，眼看爆炸毁掉了相当多的灵魂，宣护法一脸肉痛，拿出了4个生前是斗皇巅峰的灵魂。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云层内的灵魂被吞噬殆尽。眼看凶魂即将出现，苏谦和小医仙也坐不住了。但他们俩一出手，寒风和阴山老人肯定也会出手，所以萧炎说还是他来吧。萧炎飞快融合好一朵2色火莲，就在他准备甩出去时，天火尊者突然说凶魂交给他就好。凝聚了那么多灵魂之力的凶魂，对他来说可是大补之物。若是他能将之吞噬炼化，灵魂力量也能恢复到斗宗层次。萧炎在确定天火尊者十分有把握后，便不急不忙地看着凶魂凝聚成型。凶魂凝聚好后，寒风一脸的狰狞。现在他们这边加起来足足有5名斗宗强者，他和萧炎交手这么多次，也该让他赢一场了。萧炎眼睛一眯，目光转向一旁的莫天行。莫天行想到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，立刻表示自己不会掺和。萧炎手指摸着那戒，偏头对苏谦和小医仙说，凶魂和宣护法都交给他。见他们2人一脸的担心，萧炎摆摆手让他们放心，自己不会做送死的事。凶魂在宣护法的操控下，一拳对着萧炎砸去。萧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，带着雪白纳戒的手掌紧握，一拳轰了过去。他的拳头和凶魂碰在一起，不等劲力爆发，萧炎手指上的纳戒猛地闪烁出刺眼的光芒，一股强悍的吸力出现，将浑身弥漫着暴虐的凶魂笼罩。凶魂流露出恐惧，身体剧烈颤抖着，想要脱离吸力的吸扯范围，但他越挣扎，离纳戒越近。宣护法察觉到凶魂的处境，怒吼一声，想要将凶魂扯回来。天火尊者有些扛不住2名斗宗的反抗，他焦急地让萧炎帮他一把。萧炎的灵魂力量在天火尊者的指点下，源源不断地涌进纳戒中。
有了萧炎的支持，天火尊者这边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天空上的这一幕让下方的众人都十分惊愕，韩风脸色十分难看，下令让阴山老人杀了萧炎。说罢，他的身形一动，手握长剑，瞬间接近萧炎，狠狠地刺向他的脖子。小医仙上前击退韩风后，直接站在萧炎身旁，目光锁定着韩风。韩风异常愤怒，但小医仙实力比他强上一线，他只好将目光投向宣护法所在的位置，期望宣护法给力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察觉到凶魂被吸进一枚戒指的宣护法正在怒吼。凶魂被收，宣护法灵魂大受创伤，伤势惨重，连隐藏自己身形的黑雾都无法凝聚出来。以他此刻的状态，萧炎收拾他易如反掌。天火尊者虚弱地告诉萧炎，凶魂已经暂时被他封印，但他储存的灵魂力量也已经完全枯竭，很快就会陷入沉睡。他让萧炎一定要在10天之内为他修护滋润灵魂，否则他的灵魂恐怕就会彻底消散，到时封印的凶魂也会再度出来。萧炎有些着急，修复灵魂需要的药材可没那么好找。好在天火尊者只是让萧炎随便弄点滋养灵魂的东西，将他从沉睡状态中召唤出来变形。萧炎郑重地让天火尊者放心，自己一定会唤醒他。天火尊者彻底沉睡后，萧炎看向天空上的虚影，宣护法低吼着让萧炎将凶魂还给他，他立马掉头就走，甚至他可以帮萧炎将韩风给杀了。听到宣护法的话，韩风冷笑一声，心中杀意渐浓。宣护法见萧炎言语戏弄他，下令让食魂使动手。萧炎嘴巴一张，一团碧绿火焰吐出，化为10个火焰大手，几个回合就将10名实力在斗王级别的魂使击杀。以最快的速度杀完魂使后，萧炎闪现在宣护法面前，带着碧绿火焰的一掌喷射而出。宣护法急忙躲避，但依然被一股火焰追上。狼狈的他逃出100米后，韩风出现在他身旁，宣护法连忙让韩风和他一起出手杀了萧炎。但话还没说完，韩风裹着斗气的手掌就从他的胸膛处穿过。韩风狠辣的手段震慑了不少人，但也让更多人心中对他越加抗拒，其中就包括了阴山老人。毕竟韩风能毫无顾忌地对宣护法下手，下次也能没有丝毫负担地对他出手。韩风并不知道下方众人的想法，他看着面前淡化的灵魂，嘴巴一张，直接将宣护法的灵魂吞入体内。随着宣护法灵魂入体，韩风的实力暴涨到5星斗宗巅峰层次。萧炎眉头紧皱，小医仙说他来对付吧。萧炎让他帮忙争取一点时间，但尽量不要解开他的恶难毒体。韩风的实力摆在这里，小医仙只能保证尽量不解开。萧炎苦笑一声，原本让小医仙跟在自己身边，是想为他控制恶难毒体，却没想到自己让他距离毒体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。小医仙轻轻一笑，这段时间虽然很惊险，但却远比他独自在出云帝国过得开心得多。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那也是他命不好，跟萧炎无关。两人正说着话时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的寒风让他们快快受死。小医仙缓缓上前，一股股磅礴的斗气呼啸而出。萧炎缓缓后退，青莲地心火、陨落心炎，甚至古灵冷火都悄然浮现。寒风看出萧炎的打算，当下一声冷哼，凝聚出一柄黑雾长剑，直奔小医仙。长剑攻势太猛，小医仙见无法抵抗，无奈再次解开了他的恶难毒体。巨大的黑雾长剑被小医仙生生地折成2截，上面蕴含的斗气和灵魂力量也被灰紫斗气腐蚀。寒风和小医仙的交手间虽然略占上风，但因为忌惮小医仙的毒体，也不敢行惊险之举。而在他们俩的战圈不远处，苏谦和阴山老人都在放水。此时的阴山老人已经心生退意，他所谓的只是菩提化体弦，并不想掺和他们之间的那些破事。苏谦也明白阴山老人的顾忌，乐得陪他消耗时间。而双方请来的强者都没动手，他们很清楚真正的战场在上面。今日是萧门和魔岩谷、萧炎和寒风之间的恩怨，他们都不想掺和进去，保持中立才是最稳妥的。小医仙稳住身形，冷笑着看向不远处狼狈的寒风，他能感觉到萧炎的火莲已经成型。
韩风也很清楚融合了3种异火的火莲威力有多恐怖，铺天盖地的黑雾涌出，萧炎扬起一抹冷笑，3色火莲脱离手掌射向黑雾。小医仙紧盯着射过来的火莲，在他划过头顶时，突然一咬舌尖，一口带着一丝紫色的鲜血粘附在火莲一处。下方的萧丽连忙拉着身旁的紫妍，大喊着快退！苏妹等人一个个跟兔子一般急忙退出山谷。广场上那些强者和势力首领有一些跟了上去，还有一些人迟疑着不肯跟上，生怕中计。萧丽等人刚退出去，3色火莲就冲进了黑雾中，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，一股100丈大的火浪扩散，整个山谷轰然崩塌。广场上那些强者连忙疯狂逃命。萧丽看着萧炎的背影，眼中浮现一抹温和和自豪的笑意。或许萧炎真能如他父亲所说，超越那位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所谓萧家先祖。天空上的黑雾消散，韩风极为狼狈的身影浮现。此刻的他衣袍尽碎，身上几乎没一块颜色正常的皮肤，手臂也被炸断了半截。早已停手的阴山老人露出一抹恐惧，看来菩提化体弦是真的没有指望了。一旁的莫天行说，据他所知，这还不是萧炎最强的底牌。莫天行的话成功让阴山老人对菩提化体弦的贪念变淡，宝物虽好，但也要有命享受才行。萧炎看着满身狼狈的韩风，眼中杀意暴涌，但还不等他动手，小医仙直接出现在韩风面前，随着他的血誓2字突出，韩风身体直接僵硬，整个人犹如一个雪人一般，砰的一声炸成一滩烂肉。就在全场鸦雀无声时，一丝灵魂之力悄悄地从那堆血肉中窜出，钻入地面。就在他即将逃窜时，萧炎的拳头狠狠砸进地底，直接将韩风的灵魂力量抽出。萧炎看着手中的韩风，笑容之中满是杀意，一缕碧绿火焰升起，将那丝灵魂力量包裹。而后萧炎取出一个玉瓶，将韩风丢了进去。等事情结束后，他会好好招待这个所谓的师兄的。做完这一切，萧炎的目光缓缓在场的人身上扫过，最后停留在了阴山老人身上。阴山老人心头一紧，体内斗气流转，准备随时出手。萧炎说，今日之事他可以既往不咎，但却希望不要再有第2次，否则……阴山老人脸色一变，还不等他回话，苏倩和小医仙就出现在他身后，将他的气息锁定。他连忙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，说今日之事也是受寒风教唆，还望萧炎小友莫怪。解决完阴山老人后，萧炎看着颇为安分的莫天行，冲着小医仙点点头。莫天行拿着小医仙给的解药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